大家好，我们是傻黑甜夫妻，我是灿，我是婷。今天我们聊个什么呀？我觉得先介绍一下吧。先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彼此吗？还是介绍一下？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。对，那你先开个头呗，女士优先。我叫婷，41岁了，有一个10岁的孩子，有一个40岁的老公，就是我。家里新近养了一只猫，对，然后呢，空白。今天其实我觉得想聊一个话题，我觉得其实我们最近感觉好像年轻人，我们其实是中年人了，我觉得生活的压力还是挺大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最近张雪峰老师也猝死了，我觉得对大家多少是一个警示吧。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？我觉得，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，其实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很多人都是一个震动。对，我看到一个新闻啊，就说是在京东上，搜索这个速效救心丸，以及就是保护心脏的这些药，包括那个是不是急救的什么？对，那个急救的设备叫什么来着？是一个英文字母，好像对。天哪，我好像也搜到了，我的记忆力我还去搜了，就是这些搜索量都大幅的增长，就是我其实觉得这里也客观的反映出来，我们这个年龄段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惧怕死亡，对，好像已经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就是父母已经老去，但孩子尚未成年，我们既需要去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，我们还要去照顾我们未成年的孩子，所以在这个阶段就特别特别的尤其是看到同龄的人，突然间就这样离世了，所以那种恐惧感还是很强的，但是，我又觉得，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在于可能通过这样的事件，大家会开始去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、身体健康，包括我也看到有很多社群都去搜索，多少就是在几点钟睡觉算熬夜，然后呢，到底该怎么样去运动，怎么样去保养自己，就是大家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警醒的事件来提醒自己去放下焦虑，去合理的去调整自己的压力，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太好的地方就是。我觉得这种状态最多持续上1周或2周，对，然后生活好像就又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，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是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刚才你在说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可能这个热度过去了，大家担心这个心也就过去了，可能又重新恢复到之前那种状态。我觉得好像我们人好像都特别容易被一些东西推着往前走，也是身不由己会比较多，对吧？特别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聚焦在压力这个事情上，可能上有老下有小，这也是种压力，工作上也是种压力，其实很多关于关系里头都是各种压力，人很多时候真的身不由己，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些该调整的地方，但是好像又似乎做不到，还是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因为我觉得，我们想要让生活活得更健康一点，过得更健康，希望自己可以活得更久，然后可以伴随自己孩子的成长，尤其是我觉得当人有了孩子之后，就特别怕自己有什么状况出现，因为看着孩子就会很担心。对。但我觉得之所以，我们虽然有这样的想法和念头，但是很难去让它持续性的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，生活依然会回归到原来那个模式下，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得不，我们是被推着往前走的。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，它是深深的存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觉得我们是被动的，是被迫的，所以哪怕是我知道有这样的新闻，有这样的可能性，但我觉得我好像是没有其他的选择，我只能这么去做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其实很多人，其实大部分人了，我觉得都是这样，都会给自己找一个，我确实是没办法，我只能这样，对吧？我倒是觉得它相当于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自动化反应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周举，
就是关于娃玩魔方这个事情。他之前一直玩得很上头。然后我其实就会期待说，那你既然玩了，然后那我就想让他去学一学素宁。给他找了老师。对。然后学着学着，可能因为他去参加比赛，他的那些跟他一起比赛的人都是水平特别高的人。对。所以他在这个一次一次的比赛里，他觉得自己离那些高水平的人距离太远了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获得的好的这个反馈非常少。在这时候呢，他的兴趣点又转移到了这个飞碟上。对。所以他对这个魔方就逐渐失去了兴趣。我试着逼迫他一段时间，没有用啊。对，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。但那段时间就是我会很着急，我会想去找各种各样的信息，看怎么样能够帮他以最快的速度去把这个难关给渡过去。然后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拉扯，放弃了。对，觉得就放弃了，以后再捡起来也不迟。那最近的突然又开始，就是对又要开始了。然后他自己很上头。但是今天中午呢，就是突然有一个片刻哈。就是我这次一直在告诉自己，就任由他自己发展。我只提供辅助就好。坚决不能上头。就是他能达到什么样的状态，他的所有这些节奏我顺着他去走。一个是他现在毕竟10岁了。他其实慢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他也知道怎么去检索一些有用的信息。然后昨天晚上他在跟我聊，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在某一些解法上是比较卡的。耗时很长。他给我提出这个需求了。他的困扰。我就开始在网上给他搜索各种各样的资源跟信息。对。那一刻我是学有点压力了。我觉得越搜索，我发现他要练的东西好多呀。他要学的东西好多呀。而且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拆散在每天，那就是你得去重复不断的重复去练。那么可能又要回到那个枯燥的他不愿意去做的那个状态下了。我昨天晚上是有点焦虑的。然后到今天中午吃完饭他在那里练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就开始意识到我有这个感觉了。然后他练的时候，我就先跟他说，那你就按照我们昨天晚上说的，你先练什么再练什么。他在练着练着，我发现他的那个热情就有一点点消退。然后我就开始想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好像那个劲儿又出来了？又不想练了？那我是怎么办才好？我就开始那个有点点焦虑感又上来了。反应模式出来了。我就开始焦虑了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那要不然妈妈帮你在网上找一个老师，让老师带你。我想着我干不了的事儿交给老师，交给专业人士。对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他说不用，就是他拒绝了。我那一刻内心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在焦虑了。我又想把他这一次重新捡起魔方这个事情，我又想把这个主动权给接过来。那我来帮你去解决这个困境。因为他问了我一句话，他说妈妈你是不是特别想帮我？我说是。但是他其实未必需要我这样去帮。对。然后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当我意识到我又开始重新有点想控制了。对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自己觉得你想要的节奏是什么？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想先练什么什么，达到一定的状态之后我再去怎么样。我说 OK。我说可以。我说那你需要妈妈做什么？他说你帮我打乱，陪着我就好。我说好。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做。就是我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就是其实我们很容易去回到一个旧的模式下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新的习惯。对。因为我觉得想法、认知、信念，它不足以改变你的行为模式，绝对不足以改变。它可能让你知道，哦，原来还有一个新的选择。但是它不足以让你用新的模式。那么是什么能让你用新的模式？那就是习惯。对，你要建立一个新的习惯。你就比如说像我今天中午我感觉到我又开始焦虑了。那么有新的习惯就是我在这个时候先把自己先按住。然后我不断的在脑子里去告诉自己的信息，那么就是你获得的认知。他需不需要你帮助？他未必需要你帮助。你自己是不是感觉到焦虑了？
如果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你对未来、对这些不可控的东西感到恐慌了。那当你这种情绪感受出现的时候，你先暂停一下，它就是一个新的习惯。那么就是这样子意识的多了之后，那可能当我这个焦虑的情绪一出现，我就知道哦，我又焦虑了。然后我下一个习惯就是问我自己，这个焦虑有没有必要？它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？所以当我觉得如果多一些这样的机会，不断的去练习的时候，我新的思考的习惯就建立了。思考的习惯出来了，那我觉得大脑的那个路径，它就会建立一个新的通路，一个新的模式。那么我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，我想我那个直接产生的焦虑感，进而因为焦虑而导致的一些行为，就都会发生改变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对大家有启示，怎么说呢？或者是启发，因为确实我们特别容易陷入旧的一个模式里头。对，特别是你刚才说的这点，让我想到，我不是也特别害怕情绪。特别是你和娃的情绪，我也是很害怕的。对，以前，但后来我就确实，你刚才说到一点很对，我们没法完全通过认知去调整这些东西，改变这些东西，而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路径，一个新的方式。就是我后来就在去年的时候，突然觉得，哎呀，你们的情绪真的只是情绪而已。再结合我之前看的书，就说人很多时候就是情绪上头，他的理智脑下线了。那只要他的情绪这一阵过去了，理智会重新回归。之前很多时候会把这个整个情绪呈现出来的状态想象成它是所有，就是比如说的话一般都会很难听，认为是对你的完全的否定和批评，这个时候就可能蠢蠢欲动，想要反击。也是，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，就是我们现在当然因为这个事件，张老师这个事件可能会促使我们反思，但是反思之后是不是真的有所改变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对，觉得还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他经历了很多，然后我们承担的压力，就是网上都在说我们80后这一代对是最有压力的一代，最不容易的一代。但同时我也觉得，就是我们也是比较幸福的一代。我们的认知的转变，就是我们首先从我们觉得我们这代人很辛苦，压力非常大，我们做一个切换，就是我们先从认知上切换到，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幸福的一代。你像我们，没有经历我们父辈他们因为挨饿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文化的一些挑战，没有经历那些，像我自己的父母，当时是饭都吃不饱的，对呀，对，孩子都养不活的这些状态，然后到我们的孩子他们这一代，其实中国整个这个经济又开始进行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现在又进入了 AI 时代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未来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挑战，还有不断的摸索。对，就是像我们这一代，我就觉得咱们当时上学整体的压力都没有像这代孩子这么的大，没有这么大。对，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经历的那一代也算是中国整个经济趋于越来越好的一个时代。我这样去想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很幸福的。我觉得很幸福的一点，刚才说到让我有深切感受，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，就是整个包括社会、家庭等等都有很大的变化。小时候基本上家庭状况都不会特别好，但是你能很清晰的感受到家庭状况会越来越好。对吧？但我觉得可能，之所以说压力大，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有很多的觉醒。对，尤其是作为父母，是的，我们会知道哦，原来当我们的父辈母辈他们当时，就是我们的父辈，他们因为生计而忽略了养育这件事，然后我们自己又格外的重视养育这件事，而自己身上其实又带了一些。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带有印记，自己那些认为不是让自己很舒服的印记。对，那么在做父母的时候，就非常想把这些印记甩开。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了很多挣扎、矛盾、痛苦。就是我看到了，或者我认知知道了不能这样做，但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，事后可能又会后悔。比如说，我不想对孩子发脾气，但是我还是没忍住，
吼了他，嗯，吼了之后我也会后悔，嗯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精神方面的一些消耗，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多的。对，这点也是我很认同的一点。我觉得我们的父辈他们可能更简单一点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我是觉得消息比较闭塞。他们当父母的话，因为有现实的压力，就首先得活下去，对吧？因为甚至都吃不饱穿不暖，这是第一点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第二点，他们能学习的对象可能就自己的父母，最多就是亲戚朋友，他们选择少，他们觉得啊，这个方式我就是这样被养大的，这样是一个比较简单的。等到我们长大之后，我们看到更多东西了，我们像你说的是觉醒了，觉醒之后面对这种纷至沓来的各种信息，其实选择就很难，我到底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对我有用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会面临的，可能是像你说的，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幸福的，但其实也是很辛苦的，就是精神方面的压力会比较大。对，是的，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可能要把目标，我们要比如说要调整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出现，然后我们会开始担忧，然后也会害怕。对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哈，可能并不是说啊，那我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卷娃了，我就不要求他怎么样了，我要母慈子孝，然后我要怎么样，然后但是这种东西其实它没有办法让你立马从 A 到 B，从0到1。是做不到的。对，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要真的以这一类的事情，作为一个警醒，去告诉自己。那么，当我们觉得现状需要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先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的目标，小小的目标，先去调整。然后，我觉得更多的是要给容易消耗自己或者压力过大的人，要学会给自己松绑。但是这个一定不是说我听几句鸡汤，我就知道怎么去给自己松绑了。这个挺难的，这个真的挺难的。我是觉得就是先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目标，比如说从我每天晚上固定我11点半就要睡觉，从这一点开始做起。当你把这一点变成习惯之后，你可以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目标，新的小目标，你真的可以实现的。其实就从晚上11点半睡觉这件事情，我都觉得很难，对很多人都很难。对，难就我记得因为我之前运动嘛，我看到一个就是说你有时候觉得自己非常难启动，不想去运动，那么你就从我要做到我每天这个时间，我把瑜伽垫打开铺上，这一步其实并不难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呢，你再尝试，我换上运动服，就是把目标拆到这么小这么细，然后你比如说晚上11点半睡觉，那么你就是我每天坚持11点20的时候就刷牙洗脸，11点20刷牙洗脸，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能做到，给自己定一个闹钟，11点20刷牙洗脸。等到这一步都能做到之后，然后你下一步再尝试，我在刷牙洗脸之后，我躺到床上，我躺下，很多人开始就看手机了，按制不住，那么我下一个就是强制把手机可以放在桌子上，或者放在客厅，对，就是这样把这个一件事情给它拆到非常非常小的步骤去做。但是我觉得不能小看这些步骤，当你达成一步的时候，你其实就会有一种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。对，慢慢的，我们觉得那种我是被迫的，我是趋于无奈的，我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真正的去看到那些其他的选择，主动的去做一些选择。我们一开始一下子蹦到那个状态，我觉得是不现实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就从很小的事情上，我们能掌控的事情上一点点做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行动了。对，因为我有一个想法，其实也是一个感想吧，就是确实我们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之前我们会预设非常多的困难。对，比如说时间不够，可能这个要怎么办，那个怎么办。比如说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说我要当个作家，我要写东西。当时我老给自己有预设很多困难，比如早上起不来，起来之后发现很困，然后晚上没有时间，坐那块好像又有好多事情需要做，但就没法启动。后来有一天就觉得写吧，
写着写着就成习惯了。我觉得可能很多事情就是你真的要开始做了，你慢慢变成了一个习惯，它就能给你提供一个新的路径。就像我们现在做这个播客一样，就是之前其实也拖了很久，对不对？就老给自己有预设各种问题，然后确实有一些客观的一些因素，但是好像你假如就是真的开始做了，我觉得就算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，也总能克服吧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今天呢，就着这个张老师这个事件，我觉得我们俩来聊了一下，其实真的觉得就从现在开始吧，很多事情都可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困难，就事在人为，真的好像是这个样子，也不要总觉得我是没办法，总会有办法。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少一些这种脉冲式的觉醒，我能理解你的意思，可能要更多一点细水长流的改变，因为脉冲式的，我觉得它可能一下带给我们的冲击太大，然后我们认知上知道我要放松，但是实际上又做不到，其实我会觉得它带给我们的消耗是更多的，细水长流的慢慢的去调整和改变。对，我非常认同你。这个词我还是第一回听说，但是特别形象。对，那好的，那咱们今天这个傻黑甜夫妻就到这里了啊，我们聊到这里了啊，下期节目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